我和妹妹凌月意外触发了2个绑定系统，一个能将物品放大100倍，另一个则能将物品缩小100倍。妹妹笑着挑走了缩小系统，我便只能接手剩下的放大系统。谁知3天后，暴雨末世骤然降临，整座城市被洪水彻底封锁，所有人都被困在家中，食物和物资瞬间成了致命的稀缺品。系统启动，放大。看着眼前的食物瞬间膨胀，心中满是庆幸。靠着放大系统，我将有限的物资反复放大，省吃俭用，拼尽全力带着妹妹熬过了最艰难的末世时光。可暴雨刚停，妹妹却红着眼眶指责我：“姐姐，你什么都好，唯独太过自私。明明能用放大系统拯救对门的暗恋对象顾言一家，你却选择冷眼旁观。”末世来临前，顾言曾上门恳求我帮他家放大食物，可我深知末世人心难测，贸然暴露系统只会引来祸端，便果断拒绝了。我曾告诫妹妹，收起你的圣母心，它只会让你变成下一具尸体。最终没有我的帮助，顾言一家没能撑过5年，终究是饿死了。妹妹因此对我恨之入骨，这份恨意竟让我们都回到了系统选择的那一天。熟悉的场景再次浮现，系统冰冷的声音响起，让我们选择各自的能力。妹妹短暂愣神后，立刻抢先开口：“我要放大系统！”系统提示绑定成功，他得意地瞥了我一眼，眼底的狂喜藏都藏不住。那一刻，我心中了然，他也重生了。我在心底冷笑，既然他为了那个顾言能恨我到恨不得置我于死地，这一世我便再也不会纵容他，保护他。我主动选择了缩小系统，看着妹妹志得意满的模样，暗自思忖，那就看看谁才真正能驾驭系统的力量。妹妹迫不及待地要测试能力，转身冲进书房，从柜子里翻出一枚闪闪发亮的钻石，小心翼翼地捧在掌心。随着她心念一动，钻石瞬间被放大数倍，她激动地低呼：“是真的！放大系统真的是我的了！”我站在一旁冷眼旁观，心中只剩寒凉。这就是我上一世拼命守护的妹妹，满心满眼都只有系统和她的暗恋对象。她带着炫耀的语气看向我：“姐姐，现在放大系统是我的了，你会不会羡慕呀？我能把想要的东西都放大，你的缩小系统好像没什么用处呢。”我淡淡开口，语气毫无波澜：“没什么好羡慕的，不过是个系统。你既然这么喜欢，那就拿着吧。”见我对放大系统毫不在意，妹妹彻底放下了警惕，竟真的以为只有她一人重生，对我毫无防备。不太清楚她的心思了，这一世她必定会不顾一切去救顾言一家。可她忘了，系统的存在一旦暴露给外人，在危机四伏的末世里，她只会成为众人觊觎的目标，根本无法独善其身。果然，下一秒她就兴冲冲地冲出家门，敲响了对门顾言家的门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顾哥哥，我们进去说。看着房门关上，我立刻拿出手机查看日期，14号，距离暴雨降临还有整整3天，时间还来得及。我不敢耽搁，立刻驱车直奔超市，开启了疯狂采购模式。泡面、面包、米面粮油、卫生纸、被褥、洗漱用品，甚至连各类蔬菜种子都一并扫进购物车。为了实现长期自给自足，我还买了一批小鸡仔，既能下蛋又能繁殖，是末世囤货的绝佳选择。随后，我又去了家具城，配齐了全套生活用品，确保末世里能维持基本生活质量。我住的楼层很高，暴雨再猛烈也难以威胁到安全，但我不想再守着原本的房子，只想为自己铺好后路。我不停地买，直到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花光，才安心地让店员结账。反观妹妹，明知晓末世将至，却毫无紧迫感。她笃定放大系统能解决一切问题，甚至开始幻想自己成为救世主，在顾言一家陷入食物危机时挺身而出。姐姐，你说我要是救了顾言一家，他会不会爱上我呀？不会。不可能，顾哥哥一定会喜欢我的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也喜欢顾哥哥？你比他大2岁，别痴心妄想了，你就是嫉妒我。我懒得理会他的胡言乱语，只顾低头在网上订购所需物品。上一世我就是被他的偏执和怨恨害死，这一世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姐姐，借我几万块钱呗。没有，我买了台冰箱，钱全花光了。啊，你买冰箱干什么？我想换台冰箱，不行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好奇而已。对了，姐姐，我记得你房间里还有些吃的，我已经拿去送给楼下的孤寡老人了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心中一凛，没想到他重生后如此恶毒，明明已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放大系统，却还要将我最后的物资转手送人，分明是想把我逼上绝路。若是我没有重生，没有拿到缩小系统，这一次的末世我必死无疑。看着他笑靥如花的模样，我对他的厌恶又加深了几分。我累了，先回屋休息。转身走进房间，我立刻开始规划容身之死。我早已网购了风力发电设备，确保暴雨天也能持续供电。除此之外，我还特意驱车10几公里前往荒野，用缩小系统将大片土地、几棵树木缩小，一并带回。这样末世里我就能在安全屋中开垦种植，实现自给自足。转眼之间，我订购的所有食物和家具
具都陆续送达。此时距离暴雨来临仅剩1天，我将收货地址定在了乡下的老房子，那里早已荒芜无人居住，正好用来中转物资。趁着四下无人，我用缩小系统将所有物资，甚至连老房子本身都缩小，一一装进提前准备好的箱子里。深夜，我驱车返回市区的家，将所有缩小后的物资偷偷运进卧室的密室。这密室是我装修时特意打造的，开关也需通过我的手机操控，安全又隐蔽。我连夜布置密室，安装好空气过滤系统，将缩小的土地、树木、小鸡仔一一摆放火杠，打造出一个微型农场，家电影音俱全。做好这一切，我终于松了口气，静静等待暴雨降临。末世前的最后半天，妹妹又一头扎进了顾妍家。我通过后续安装的摄像头听到，顾妍的家人对她颇为不满。对面那个小姑娘，天天往咱儿子房间跑，一点都不害臊，多办事儿看上阿妍了。瞧你那寒酸样，也想进我们家的门？别痴心妄想了，没门！顾大哥，看，我特意给你带了好多你爱吃的零食。距离暴雨来临还有1个小时，我给妹妹打了通电话。公司有急事，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。好。趁着妹妹还在顾妍家，我快速在自家门口、走廊，甚至顾妍家门外都安装了隐形摄像头，以便通过手机实时观察房子内外的动静。做好所有准备后，我用手机操控打开密室门，钻了进去。好戏开始了。一阵天旋地转之后，我彻底缩小，原本狭小的密室此刻显得格外宽阔。我之所以敢冒险缩小自己，是因为前世早已留意到，放大系统放大的物品会在暴雨停止后奇迹般恢复原状，由此推测，缩小系统应当也是同理。等暴雨结束，系统失效，一切便会回归本貌。看着密室里缩小的土地、绿树、小鸡和老房子，我心中满是踏实，再也无需为暴雨末世烦忧。打开手机查看外界动静，暴雨已然降临，只是没人预料到这场雨会无休止地下下去。社交媒体上满是抱怨，大家都在吐槽雨势太大无法工作，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察觉。我此刻与世隔绝，唯一能连接外界只有手机、电脑和平板。平板里早已存了几百部小说、动漫和电视剧，足够我打发漫长的无聊时光。暴雨持续到第5天，城市交通彻底瘫痪，官方发布通知呼吁市民减少外出。我在微型农场里忙着耕地，唯一的烦恼便是小鸡总偷偷啃食青菜苗。闲下来时，我点开监控，竟看到妹妹把顾妍带回了我家。顾哥哥，你们家还有食物吗？没多少了，早知道该多囤点。1楼都快被淹了，根本出不去。林月压低声音，带着几分得意：“我其实有超能力，能放大东西。”怎么可能有这种事？啊，小月，幸好有你，麻烦你把我们家的食物都放大吧。好呀，顾哥哥。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你说。既然我能救你的一家，你能不能也喜欢我呀？傻丫头，我们不是早就在一起了吗？等暴雨结束，我就娶你。你姐姐呢？哼，她说是加班去了。暴雨下了这么久，估计早就被淹死了。我们以后要结婚，就是一家人。你房间里的物资拿出来，我们一起用，熬过这场雨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看着监控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竟养出了这样愚蠢的妹妹，可转念一想，这又与我何干？手机突然响起，是林月的电话。姐姐，你居然还活着，还在吃火锅！明明知道我快没吃的了，你怎么还能吃得这么好？能不能带点吃的回来给我？我都吃了好几天面包了。我还在公司，雨太大回不去，你自己在家找点吃的吧。说完直接挂断电话。我再次点开监控，果然看到妹妹对着手机暴跳如雷，全然没了往日乖巧的模样。我暗自冷笑，装了这么多年乖乖女，终究是装不下去了。酒足饭饱后，我躺回床上追剧，闲极无聊时又点开监控，调到顾妍家门外的画面，恰好听到里面的对话。小月，你也太厉害了，有你在我们家就不愁吃喝了，真是捡到宝了。伯母过奖了，能用系统帮到你，也是我的心愿。毕竟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。是啊，顾妍能娶到你是她的福气。顾妍一家的为人我再清楚不过，当年得了拆迁款，在村子里抬头挺胸，目中无人，连亲戚朋友都被他们恶语相向。这般势利的人，怎么可能真心对妹妹？顾妍更是明里暗里说过妹妹不少坏话，打心底就没瞧得起她。但我绝不会插手，这都是她自己选的路。我冷笑一声，关掉监控，刚咬下一口披萨，手机又响了。唉，真会挑时间。姐姐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和顾妍在一起了。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说这个？等等，我怎么听到鸡叫声？下这么大的雨，你哪来的鸡？你到底在哪儿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为什么你那里既能吃火锅又能养鸡，一点都没被影响？
你自己找呗，找到我就过来。我在啃干面包吃泡面，你居然在吃披萨！快告诉我你在哪！这披萨太香了，芝士还能拉丝呢，你肯定闻不到，只能听我形容了。我的放大系统能把食物放大，够吃好几年！我一定要找到你，把东西全抢过来！我挂断电话，没过多久，监控里便传来邻居议论的声音：林月有放大系统的消息，终究是被顾妍家泄露了。没过多久，妹妹拥有放大系统的消息便在整个小区紧开了。是谁泄露的？不言而喻。以后整个小区都得求着我们家。凭什么他们家独占这么好的能力？暴雨天，大家都快饿死了，让他把食物放大，必须分我们一点儿。下去！求你了！林月手足无措，顾妍爸爸突然站出来喊话：“都给我停下！小月是我们家准儿媳，想让她用系统，得先经过我们同意。她用一次系统消耗多大，可不是白用的，你们得付钱。我们都快没吃的了，哪还有钱？哼，没钱那可不行，不付钱，小月放大的食物也撑不了几天。”林月眼神一亮：“顾哥哥，既然他们愿意付钱，那我们就帮他们吧。”顾妍帮腔：“想让小月帮忙就得付钱，一次2000块。”邻居们虽犹豫，终究还是咬字发怒。这场交易看似双赢，可我通过监控发现，找妹妹放大食物的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频繁。所有人都坚信，只要有妹妹在，就绝不会饿死。他们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：系统放大食物的前提是有食物，且同一个物品只能放大一次，根本无法通过吃一半留一半无限繁殖食物。整整3年过去，小区里靠着妹妹的系统竟无人饿死，大家渐渐放松了警惕，开始毫无节制的吃喝享乐。今晚开派对，都把家里放大的食物带过来。来了，我有放大的烤肉。热闹的表象下，危机正在悄然滋生。到了第3年末，资源彻底见底，即便经妹妹放大，食物也远远不够分配，放大系统彻底失去了优势，小区里开始陷入混乱，监控里满是争抢物资的画面。抢！这是我最后的狗粮，我3天没吃东西了。把门打开，交出食物，不然我就砸门了。妹妹早已搬进顾妍家，本以为能安稳度日，可没了利用价值，她的处境瞬间恶化。现在找他放大东西的人越来越少，以前还能靠这个赚钱，现在倒好，一点用处都没有了。他天天在咱们家吃吃喝喝，早就惹我心烦了。既然没用，还留着干什么啊？我们分手吧。你骗人！你说过要和我过一辈子的。我从来就没爱过你。妹妹哭天抢地的纠缠，最终还是被顾妍一家狠狠揪了出来。她在门口哭闹了1天1夜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只能灰溜溜地回到我家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她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喃喃自语：还好，还有家可以回。这一世，躲在缩小后的密室里，我正悠哉地给青菜苗浇水，听着外面隐约传来的争执声，只觉得此刻的安宁比外面的兵荒马乱惬意100倍。突然，门口传来哐当一声巨响，紧接着是妹妹林月崩溃的哭喊：我的东西呢？谁把我的东西拿走了？是顾妍！是他们一家把我的东西都搬走了！我指尖一顿，没有起身，只是通过隐形摄像头静静看着她瘫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头发凌乱，衣衫破旧，早已没了往日的娇俏模样。妹妹在原地颓丧了许久，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颤抖着拿出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。电话接通的瞬间，她的声音里满是混杂着希冀的哽咽：姐姐，你还活着吗？太好了，你真的还活着！不等我开口，她便急急忙忙倒口水。顾妍他们利用我的放大系统赚钱，现在没人找我用系统了，一切都被他们抢走了。姐姐，你快点过来把我接过去好不好？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我语气平淡的拒绝：不可能。姐姐，你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也重生了？你肯定也知道顾妍他们是什么人，对不对？你明明知道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！我懒得跟他争辩，直接挂了电话，随手拍了一段密室里的视频发给他。视频里，我的微型农场瓜果蔬菜长势喜人，翠绿的叶子上还挂着露珠。缩小后的房子装修的温馨雅致，冰箱里塞满了各类食物和零食，暖黄的灯光映得整个空间格外安逸，完全没有被暴雨漠视祸害过的痕迹。电话立刻又打了过来，妹妹的声音里满是嫉妒与疯狂。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快点过来接我走！我真的是鬼迷心窍了，才会被那个顾妍迷住眼。你不能放弃我，我是你唯一的妹妹。前世你为了顾妍把我从楼上推下去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自己自私？
这一世你明明也重生了，却只顾着抢放大系统去讨好他，从来没想过提醒我一句，难道你就不自私吗？妹妹被我说的语塞，随即陷入了歇斯底里的咒骂。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好？我要把你所有东西都砸烂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等着看。之后几天门外都没什么动静，我倒有些好奇他是怎么在断粮的情况下活下来的。直到某天，监控里终于出现了他的身影。只见他鬼鬼祟祟地攥着几包零食，小心翼翼地溜回我家门口。我调出行程监控才知道，这些零食竟是他从顾妍家偷来的。当时顾妍一家人都外出搜寻物资了，只剩下顾妍6岁的妹妹独自在家。林月跟在门口，对着屋里哄诱：“小丫头，姐姐，这里有好吃的糖给你，开门好不好？”看着监控里这一幕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好一出狗咬狗的大戏，真是精彩至极。凌月，快开门，把属于我们的东西还回来！别躲在里面，把门打开！我不出去，我绝对不会出去的。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。小月，别生气了，你把东西还给我们，我们就回到从前，好不好？我之前说的都是无心的，我还是很在乎你的。我们以前不是说好要一直在一起吗？小月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别再不理我了，好吗？顾妍的道歉声持续了整整2天，软磨硬泡，还不停保证自己以后会好好对她。妹妹一开始还犹豫不决，可耐不住顾妍的甜言蜜语，终究还是动了心。他都哄了我2天了，好像是真心的。可没过多久，监控里就传来妹妹的哭声，她衣衫褴褛的蜷缩在墙角，对着电话哽咽：“顾哥哥他又骗我，他把食物抢回去之后，却又对我动手了。我被人欺负了，会把我打得好惨，身上好痛。”我冷漠地听着，心底只剩2个字：活该。又过了几天，妹妹彻底没了往日的精气神，瘫坐在我家门口，身形愈发消瘦，脸色苍白的像纸。期间有不少绝望的住户路过，发现她后便强迫她使用放大系统。听说你有变出食物的本事，赶紧做点什么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妹妹虽满心不情愿，但挨了几巴掌后，也只能被迫顺从，一次次动用系统，直到精疲力尽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到顾妍家门口，自取换来顾妍一家嫌恶的咒骂：“别在这里碍事，离我们远点。”林月倒在了冰冷的走廊上，再也没有动静。又是2年过去，暴雨已经淹没了楼下几层楼，但正如我前世所料，并没有威胁到我所在的高层。就在暴雨即将结束的前几个月，顾妍家却惨遭灭门。究其原因，不过是他们一家平时在小区里名声太臭，靠着林月发的末世横财，又动辄对邻居颐指气使，漫天要价，早就有人对他们恨之入骨。暴雨收尾的几个月里，家家户户粮食都已见底，不知是谁在业主群里爆料，说顾妍家里还藏着大量物资。一时间，无数饥肠辘辘的住户扛着简陋的武器，成群结队地冲到顾妍家门口，又砸又骂，勒令他们交出粮食。顾妍一家不仅拒不妥协，还对着门外的人破口大骂，彻底激怒了众人。监控里，顾妍蜷缩在角落，满脸悔恨的哀嚎：“早知道就不抢那个女人的东西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们别过来，这些粮食是我们的，你们这些强盗！”可愤怒的人群根本不听他辩解，直接破门而入，疯狂抢夺。很快，屋里便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和呼喊。顾妍的父母嘶吼：“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”曾经作威作福的一家人，此刻沦为了丧家之犬，最终倒在了自己囤积的物资旁。没有了食物，小区里的幸存者们在最后的几个月里陷入了彻底的混乱，到处都是厮杀与哀嚎，横尸遍野，惨不忍睹。洪水困住的是人们的脚步，而耗尽的是本就脆弱的人心。在这样的末世里，苟延残喘的活着，本就是一场酷刑，而我却在自己的小农场里吃吃喝喝，安然无恙地撑到了最后一刻。手机上终于传来暴雨结束、洪水开始退去的消息。我抬头望向密室的通风口，金色的阳光透过缝隙挥洒进来，透着一线生机。我原本正在地里给玉米松土，忽然感到身体一阵奇妙的暖意，缩小的身躯猛然膨胀，瞬间恢复了正常体型。脚下的微型农场、小房子此刻都变得渺小极了，唯有我恢复了原状。原来如此，放大和缩小系统的生效规则终究不同。我喃喃自语，系统本就充满了未知的奇妙，哪能完全猜透？雨停了，洪水退了，这场漫长而残酷的末世终于过去了。远处传来零星的幸存者欢呼我们活下来了的声音，夹杂着劫后余生的哭泣。而我站在小区的空地上，望着周围重建的曙光，心底只剩一片平静。